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瘦成这样，是真美还是心疼她的代价？谭松韵瘦了，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形容，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民讨论。10月中旬，当她新晒出的近照登上热搜，朋友圈、微博、抖音评论区几乎在同一时间炸开了锅。她这是减肥成功还是太拼了？脸都瘦尖了，整个人像风一吹就散。好看是好看，但看着让人心疼。双引号。谭松韵本人也迅速回应，在微博写下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：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我。双引号。短短10几个字，却像在一片喧嚣里投下一块石头，激起更大的涟漪。真实的我这4个字既是解释，也是控诉。熟悉谭松韵的观众都记得她那张圆圆的笑脸，她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美，但有种邻家般的亲切。从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，到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，她的笑总能让人瞬间卸下防备。可如今，那张笑脸变得纤细、清冷，骨骼线条明显，连下颌角都清晰了几分。有网友调侃，这不是尖脸，是心疼脸。双引号。瘦下来的她确实更上镜，镜头里显得更精致，但也更脆弱。就像有位摄影师感叹的那样，有时候我都不敢多按快门，怕她一个转身就碎在风里。双引号。明星要上镜，当然要瘦一点，这是行业不成文的共识。在镜头的压缩效果下，普通身材的演员很容易显得圆。一个角色上妆、打灯、拍特写，哪怕只多2斤，都可能被镜头放大成发腮胖脸。于是，上镜体重成了圈内的特殊标准。不少女演员在拍戏前的1个月开始严格控制饮食，甚至有人一整天靠咖啡和黄瓜撑过去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有女星在拍摄古装剧期间，每天摄入热量不足800大卡，拍完戏直接送进医院补液。这背后不是虚荣，而是生存。市场和流量残酷地告诉他们，瘦就是职业要求，不瘦就被替代。双引号。网友的显微镜与舆论的两极化，谭松韵的瘦引发的讨论两极分化严重。一边是赞美派，她现在气质真的不一样了，整个人轻盈干净，像风一样，这才是女明星该有的样子，美的高级。不瘦你们说她不自律，瘦了又心疼，她怎么做都不对。双引号。另一边是心疼派，她笑起来没以前那种肉嘟嘟的幸福感了，感觉是逼出来的瘦，不是健康的状态。娱乐圈把女孩都逼成这样，还有谁能真正快乐？双引号。还有理智中立的声音，她说自己只是想变真实一点，那也没错。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样子，只希望她别太累。双引号。在这些声音的交错中，社交媒体再次成为审美法庭。人们一边说着尊重每个人的身体选择，一边却忍不住用放大镜审视每一处变化。娱乐圈的残酷从来不只在演技和流量上，胖与瘦成了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标。导演选角、品牌代言、媒体封面，这些决定曝光度和资源的机会，往往都写着形象要求：苗条、精致、有骨感。一个女演员曾在访谈中透露，我们不是不想吃，而是吃一口都要想清楚，明天还有特写镜头。双引号。这让人想起一个更广泛的问题：当职业审美变成唯一标准，健康和自我是否被推上祭坛？心理学专家指出，这种长期的自我否定与外部评判会造成身体焦虑综合症，甚至引发饮食障碍和抑郁倾向。尤其是女性艺人，
她们既要保持少女感，又要面对年龄焦虑，长期处于自我苛责的精神漩涡中。有趣的是，这场关于谭松韵的讨论已经不只是关于明星本身，越来越多普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也在减肥路上看着她，就像看到自己不吃晚饭，早上空腹跑步，称体重那一刻的焦虑，我太懂了。双引号，这说明身材焦虑早已不是娱乐圈独有的现象，而是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的共病。从学生到白领，从母亲到模特，每个人都在被一套无形的标准评判着：腰不够细，腿不够直，脸不够小。甚至连 AI 修图软件都在告诉我们，你可以更完美一点。但问题是，完美永远没有尽头。是市场绑架了演员，还是观众塑造了市场？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。当观众喜欢精致滤镜感、少女感的女主角，市场就会投喂这样的作品。当演员发现胖一点就会被吐槽，他们自然会自我调整。久而久之，一个循环形成，瘦变成了一种职业通货，谁敢不跟？影视评论人刘一山说过一句很刺耳的话：观众希望看到人性的真实，但又不允许演员有真实的身体。双引号，这句话道出了娱乐生态最荒诞的悖论。谭松韵说：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我。双引号，可真实究竟该长什么样？是体脂率18%的骨感？是凌晨2点收工，脸色苍白的疲惫？还是笑容背后那份不想被看见的孤独？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的这句话其实是在对抗整个时代的滤镜逻辑。当社交媒体要求每个人都的完美营业，真实反而成了一种勇气。网友热评：赞美与心疼并存。以下是从微博热评区整理的一组代表性声音内容精节选整理。支持者：他瘦下来气质真的不一样，整个人像会发光一样。不管胖瘦，他永远是那个有灵气的小松韵。演员管理身材是职业素养，这点没毛病。双引号，心疼者：别再说她美了，她的眼神都没光了，看得出她不是自然瘦，是熬出来的。明星也该有点人味，别把自己当机器。双引号，理智派：瘦没错，但健康更重要，希望她照顾好自己。娱乐圈的审美太畸形了，不该让努力变成自残。这件事该让大家反思，而不是继续评判。双引号，讽刺派：现在的女明星不挨饿都不配上热搜，这不就是营销新形象吗？别太认真。双引号，舆论世界总是复杂的，爱与恶意往往并存，但至少从这些讨论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觉醒。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好看不该凌驾于健康之上。我们或许都忘了，谭松韵其实已经35岁，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少女感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职业压力。拍戏、跑通告、上节目，维持曝光度，她活得像一台随时待机的机器，连笑容都要精准到角度。他当然明白自己在大众心中是怎样的形象，也知道任何一丝变化都会被放大解读，可他依然选择真实。这份选择已经是他的温柔反抗。也许我们能做的不是评判他的瘦，而是给这些拼尽全力的艺人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空间，让他们可以喘口气。结语：真正的美不是克制出来的，而是被理解的。谭松韵的瘦不只是她个人的故事，而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整个时代的焦虑。当完美成为主流信仰，真实的人就被迫退场。但正如她所说，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真实的我。双引号，或许这句话不只属于她，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保持笑容的我们。美不该是对身体的惩罚，
真实才是一个人最动人的模样。你怎么看？在这个人人追求完美滤镜的年代，我们还能不能允许真实一点，宽容一点？评论区的答案或许比任何一句鸡汤都真切。